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，这是火力早报时间。新的一天，让我们用几分钟掌握全球关键脉动。乌俄战场方向，俄罗斯袭佩切尼西大坝，乌方启动应急。12月7日中午，俄军导弹击中哈尔科夫州佩切尼西大坝，致闸门控制系统及桥面受损，通行暂停。乌媒报道称，大坝主体稳定，无溃坝风险，技术团队正评估损失，暂无伤亡。该大坝是当地水利枢纽，承担灌溉、供水、防洪及发电功能，战略意义重要。乌军第16旅称，已预判风险，并制定应急计划，开辟3条备用后勤路线，预置补给保障作战。12月以来，俄军已4次袭击该大坝，动用多型无人机与导弹。另据报道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防护拱桥因2月无人机袭击，已丧失约束放射性物质的安全功能。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确认该风险。俄军误袭本土别尔哥罗德变电站受损。12月7日夜间，俄罗斯一架苏34意外向本土别尔哥罗德州发射一枚1000磅制导炸弹，击中当地一座变电站附近。据克里姆林宫相关媒体报道，事件造成大范围电力中断，1辆卡车被毁，2栋建筑窗户严重受损，1名民众被爆炸气压击伤。现场视频显示，多辆救护车、消防车紧急驰援。数小时后，州长格拉德科夫称遭不明弹药袭击，未承认俄军误击，仅表示应急措施已启动。乌克兰方面否认参与此事。这是该州半个月内第2次遭俄军误袭。10月底曾有俄军防空导弹误击公寓楼。俄乌冲突以来，别尔哥罗德因地处边境，已成多方交火及俄军误袭高频区域。俄军无人机新战术，乌军防空需警惕。俄军推出新战术，将退役260空空导弹装配于自杀式无人机。这款20世纪70年代的导弹重6公斤，配6公斤战斗部，虽射程短、抗干扰弱，但轻量化优势适配无人机。专家称，俄军疑似借鉴乌军无人艇挂导弹经验，挖掘旧装备潜力。该装备由飞手远程操控，专门针对乌军拦截战机与直升机，契合俄军打击乌防空体系的思路。目前尚无实战战果，但乌军需要警惕，乌军同类装备曾击落俄苏30 SM 战机，这一创新或进一步分散其防空力量，为俄军空袭创造机会。乌军无人机袭俄多地，俄战略基地遇袭。12月7日凌晨，俄恩格斯、萨拉托夫及罗斯托夫地区遭无人机袭击。埃克塞尔诺娃项目证实，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遇袭，该基地部署图160、图95MS 战略轰炸机，属于俄远程打击乌的核心枢纽。目击者称，基地附近军用燃料库爆炸起火，火势已被控制。罗斯托夫地区无人机击塌输电塔，致3村数百户停电。俄官方仅承认供电临时受阻。俄国防部称拦截77架乌无人机，但未说明击落地点及设施损失，说法待验证。乌方证实袭击恩格斯基地，称俄机从这里轰炸乌城市必须反击，并透露俄军正筹备新一轮对乌联合打击。欧洲方向，荷兰空域警报，2架 F-35升空。12月8日，荷兰沃尔克尔空军基地拉响快速反应警报 ，Q2A 2架 F-35A 战机3分钟内升空。荷空军称，因北约预警系统发现不明飞行物擅自闯入比荷卢空域且无回应，随后行动结束，战机返航。国防部将后续发布详情。发言人解释 ，Q2A 是北约空域防护常规机制，荷兰近期与比利时轮流承担比荷卢防务任务。F-35突破阴障可能产生巨响，故提前预警。近期该基地附近多次出现无人机。11月22日曾试图用武器击落靠近无人机。爱因霍温机场也曾因无人机中断航运数小时，此次事件暂未发现异常，属常规排查。美预告2027年后不再任北约助力。五角大楼向欧洲盟友明确，2027年后美将不再是北约常规防御主力。基辅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称，特朗普政府在秘密会谈中强调，印太是首要任务，美国无法同时应对2场战争，北约常规防御责任需向欧洲转移。美方承诺对乌武器供应将持续，圣诞节前还会加码，但要求欧洲2027年主导北约防御，否则美将退出北约部队模型等关键规划。据悉，美正考虑由德国接替美军主导北约欧洲联合部队，这是因欧洲需要承担自身安全责任，传统美军领导角色将逐步移交。助力乌克兰，英国拟解冻俄资产。据《泰晤士报》报道，英国计划解冻境内80亿英镑的俄罗斯资产，直接转移给乌克兰，用于购武器及战后重建。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·库珀表示，此举旨在短期支援乌克兰，同时向俄释放长期强硬信号。目前，伦敦正联合欧盟、加拿大商议总额达1000亿英镑的援助方案。
此前，比利时曾否决欧盟直接没收俄资产议案，促使欧洲转向资产挪用模式。此外，斯洛文尼亚宣布年底前拨款4300万欧元加入为乌采购美制武器 PURL 倡议。欧洲援乌力度持续升级，战况如何还是未知。